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一阵子很红，大家在网络上应该有看到 McElroy 使用的一个高尔夫训练道具。那我们身为小麦企划的那个执行者，虽然一整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朝它迈进，所以我们也买了这个道具。那价钱真是相当的可观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使用看看，它用起来呢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变成小麦？因为它用起来真的是动作会有差，但是呢，没有，那时候我看他弄完没多久就拿了一个冠军，整个挥杆好像就好起来了。那我们也想要看看能不能变得跟小麦一样，所以今天就来试试看它的这个第一个用途，它就是可以有手腕的这个地方可以固定一个上杆的角度，然后还有你在下杆的时候也是要尽量去维持好你的手，然后到最后才去做释放击球，那它就可以去增加你的延迟这个动作，然后还有你上杆顶点角度会比较正确。那我们等下我和勋哥都会实际测试看看，究竟用起来的效果怎么样。我们现在教大家怎么使用吧。我们从第一步开始，先把你的手腕可以稍微做一点弯曲的动作，然后呢，去刚好卡在它的这个训练道具上面，你会刚好找到一个自己适合你的角度、舒服的角度，但不可以是舒服成这样太舒服了找到一个刚好可以靠到它的角度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点难度，这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你最好就是请一个人帮你拉会比较好，要不然我是觉得自己会 KK 的。好，就尽量把它这个位置缩紧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不要让它乱动。那你等下在上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确保好你在上来的时候，你的右手可以确实的靠在这个道具的上面，不可以说上来的时候上杆变成这样，有没有？跟它就分开了。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学生，其实尤其在初学阶段，他们会很容易上杆顶点的时候变成这样的动作，然后大家都会想要握住这支球杆，想去控制它，然后把它抓紧用力，然后就会变成像这样。但其实我们在上杆顶点的时候，会希望球杆的位置是怎么样向后倒的嘛？会希望它在倒在后面的感觉。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，你的手腕就是会靠在这个道具的上面。那当你有靠在上面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杆子就会倾斜在后方，这样你才可以做出一个漂亮完美的上杆，对吧？应该比我原本的漂亮，因为我本身自己在打，其实也蛮容易会变成是比较陡峭一点的，虽然不会像刚刚做的那个那么夸张，但是我的整个路径会比较陡峭，所以有时候自己在练球的时候也是会把它拿出来稍微去抓一下感觉。那除了上杆顶点之外呢，它其实在下杆也是有一定的帮助。我们刚刚提到了上杆的时候，你把手靠在道具上面，那在下来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让它保持好，都是贴着。有没有看？我的手都还是贴着这个道具的。我们也从正面看一次，下来手都还是贴着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到后面有没有身体继续转动，去击到球的时候，手才会有一个领先的动作，那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延迟释放就出现了。那如果你今天呢是很容易过早释放，因为你一定第一个你可能上杆就没做到 ，OK， 但如果你今天做到了，那你在下杆的时候呢，也有可能会变成手就会离开，然后就是平常你最常做的过早释放的动作去击到球 ，OK， 侧面也开始，然后抬早去释放打到球，所以我们希望在下杆的时候，你一样去保持好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靠得很好了嘛，那我们在下来的时候都是让它维持住，到最后一刻击到球的时候，它才会有一点放开这样子。我相信大家最近大家都那么喜欢看网络影片，应该有看到最近 McElroy 在教一名，应该也是运动员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影片中，我们虽然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但是呢，他是不是就有做一个动作，身体没有什么转动，然后呢，只有靠甩动球杆去打到球。但是他在影片里面看起来就是叫他说不能做这个动作，他希望那个人在打到球的感觉是比较转上来之后，手都固定好，然后身体转动下来，
转动去击到球，让比较多的身体去带动，然后让他的球杆去回正击球。那相对的，大家也看到那个运动员其实相当壮，所以要记得初学的话就不太建议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身体条件很好的人，就可以做这个动作，多用你的身体去带动，然后让你的手维持好，去回正击到球送杆。其实如果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，我都会习惯就是在打之前多挥个几次，因为你如果直接就是带着，然后你就照你平常的习惯去挥，其实通常是做不出你真正想要做的这个动作。所以如果在使用这种训练道具啊，不管是现在用的这种手腕固定，或者是可能你用的其他道具，我觉得都一样，你一定要先多带着它，然后呢，可能去试挥个几下，抓一下你身体的感受，然后也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，就是用轻松打的方式开始，先去抓到感觉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正常的挥杆。所以如果是我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会先用比较轻的方式，然后慢慢的上杆去逼一下，找到了这个顶点的位置之后，今天去打下球，去抓一下那个感觉。其实我觉得我如果固定好的时候，会比较容易有一个回正的感觉。但不是说靠手腕去翻它那种回正，我会觉得就是上来之后靠着，那我在下的时候，只要顾好我顶点这个角度，感觉去让我身体旋转，手就会蛮容易回到正面打到球。这就是训练到就会发生的问题啊，各位，不要气馁，再来。你看，如果这样有固定好上，那我这样子一带下来之后，其实杆面蛮正的，可以很容易去触到球。有没有感觉来了？很不错哎。其实我觉得还蛮好，就是我会感觉，如果我带着打的时候，我转上来，只要我手靠着下去的时候，我的手就不会有太多想要去翻它，感觉我会觉得我就是把它靠近，然后呢，让我的身体尽量的去做旋转打球，这样很像是一个桌球选手那种感觉。一开始用真的会很卡，但是真的就是要适应一下。我觉得如果适应好的话，其实好像还蛮适合用的。现在才发现，现在才发现想，你要不要用看？我觉得你也用看。很多学生一定觉得，教练你那打得到球，你用哪一个都打得到啊。我觉得他们需要有一般球友代表。对，如果带这个身体要横转，我觉得不够转的时候就会觉得会卡卡的。什么感受？我觉得我可能原本很容易太这样倒过头。对，因为我上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个东西把我限制住。哦，那刚好跟我相反。很不舒服。哦。对我来说是，就我上来的时候，我会想要再继续让它这样子一点，但是我做不到这件事情。啊。那反而我觉得做起来是比较舒服，因为我是只需要刻意的去靠到它，我不用减少。我只要感觉我下来的时候也是靠着的，然后这样下去。但我觉得如果你有靠好的话，球应该会再远一点，然后会再低一点，出球的感觉会再低一点。会再低一点。我觉得如果你有靠好的话，你应该蛮早就离开它。这个感觉，我觉得如果你有靠好，会这样的感觉。
但就是身体带的感觉要再多一点，你身体的转动。哦，这种感觉，我是觉得这还不错。啊，我刚刚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应该一开始要先慢慢的去感受。这就是一般球友的问题啊，各位。没错。放慢。我觉得你可以放慢，或是多个比个几下，去感受一下那个顶点在哪里，然后下来的感觉是怎么样，对吧？这种感觉其实很好。而且其实你看距离就跟刚刚差不多。对啊。刚刚你前面这样打也是140，这个感觉放慢了也是140。而且这感觉做半回的感觉，很像真的在切杆拍过去而已。哦。就把这支杆子发挥出来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带的力道感觉再多一点。打出大个段。没有，我用一样的力道打。但刚刚看起来比较顺。而且，我的那个发射角度又更低。对啊，你看现在90，比刚刚21又再更低了。打个发射角度5的来看看吧。而且这球质的感觉会好。对啊，感觉打的比较中间。很扎实。就觉得那球飞起来，如果他今天是下场的话，那球飞18而已，18.7。那还有没有更低的？有啊，有时候会出现5的，不是吗？要吧。5的就真的很低了，尤其现在冬天风大，对不对？偶尔要用5的那种。然后有没有忘记那时候去那个宝山？就是用那种5的给他打到东边的。15了。对啊，这感觉其实很好。再快一点，那个球是不是就窜上去了？就像那种你看到那种选手很酸的球会低的，然后往上窜的。要看那一种吗？就会出现那种球啊。哇！但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持球的感觉很好。不错讲真的。真的。巴铁就148嘞。那要全挥干一个看看吧。刚刚还不够全挥吗？刚刚我其实感觉上到这里。刚其实蛮全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其实我的顶点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很多。如果你这样看的话。看你想在哪里啊？因为刚刚那样子，我会觉得就是一个3/4的挥杆，可是就是铁杆这样子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我不会觉得你一定要去更高。真的吗？反而我觉得，如果你要让它全挥一点，感觉你下杆要再加速。但是我就觉得我在全挥的时候下来的力量没有那么连接，虽然有比较远，但是我会觉得有很大一段是空的。还想要更连接吗？我们再加上另外一个外插的武器，把它粘在手腕内侧这个地方。它刚好就是像大家平常比较常见，可以再粘上来一点，不然你更多不住。会像大家平常会见到那种球啊夹在手臂上面这种，那它只是刚好一个魔鬼毡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粘在下面这里，那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可以稍微觉得把它有点夹住。对，但如果真的很紧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放上面一点，因为每个人的手粗度会有点不同啊，自己去稍微抓一下。那夹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更稳定好你的手三角形这个动作。可是通常其实我不会很建议2个连在一起，因为对一般球友来讲，你2个连在一起的时候会更难打到球。对，那这时候就没有信心，没信心的时候就完蛋。但我们不一般。我们是 PGA 的。我们是 PGA 的。对，没关系。我们就试试看。对。好。
有差吗？加了那颗球？是这边是需要有一个力去把它夹住的吗？我觉得不用到太用力。我变成我需要有一个这个力。我不会觉得要特别很用力，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分开用啊。这是我个人建议的原因。因为我不施压的话，我感觉你的两手握不住球杆。但效果其实也不差。是合理的吗？但我觉得不合理啊！我觉得你分开应该会比较好用，因为分开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你手腕的位置。就是你可以调整那个魔鬼毡的位置，稳定你的三角。没错。所以你要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你都是一直的有夹着它这种感觉。就是你这边施压夹力之后，上杆自然会是转身体上去。就变你需要靠身体转动才上去。不然其实原本有可能你可以这样子，或者是，因为应该蛮多人会是这样。很多人都直接用手拉，那其实会很有帮助，因为大家一定都用手在上杆比较多。好，手的感觉用起来怎么样？我也试试看啊，没有刚。我刚刚只有用，真的超级不舒服。真的？是我在上面吗？我不觉得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很松哎。因为我不把它压下去的话，我根本握不了杆子。我觉得超松的。还是我用错地方？因为我看起来很松哎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不会觉得我需要这样它才，还是我整个人比较宽。有可能。还是因为我两边比较这样，你看我的看起来很轻松啊。真的哎，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把它压进去的话，可是你太想要把手伸直，你的准备动作会很想要把两只手就是撑直这样。如果有的话，其实我会觉得很紧绷。但你看我给他的感觉，我都会觉得我好像手是有点像这样在挥杆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你看我就很轻松的握着杆，然后靠在一起。我没有特别想要把它伸直。那你打看看。但会觉得它在上去的过程一直在动。那你觉得我要保持好刚刚那个上杆的感觉吗？还是就单独用球的感觉就好？要保持刚刚的。掉了。掉了吗？掉了，你看我分开。那不行。那我这样不行哎。那你这样不行。表示要夹紧。我知道，表示我的手就是太多了。因为我刚刚的感受就是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手翻的感觉会比较多，所以我刚刚打下去的感觉就也是我的手是比较多转动，开掉。然后我一转动的情况下，它就会变成就滑掉了。我刚刚的感受是这样。掉了！你看我在这里做这里，我没有办法像你到这里还夹住我是这样吗？你到那里还可以夹住。我自己没发现。你到那边还夹这样，然后我再试试看，感受一下。刚刚只有专注在上杆，说不要让它掉。下的时候，因为你在下的时候，你这边转的感觉比较多，给它增加一点转的感觉。夹不住有点难度吗？有难度我下的时候，如果我想要夹得很住，我就会觉得很别扭。因为我刚刚就是因为要把它夹住，我觉得超级不舒服。有一定难度。它会强迫你身体转。那这边不建议大家练全挥杆。全挥杆是一定有难度。我觉得它最好的方式一定是练切杆，因为切的时候大家其实有时候就已经会有这种动作，所以切的时候一定是最简单，可以靠着，然后呢做很固定的身体转动，像这样子去切它。我觉得切的话很适合，超适合用。但是切的话难度就会低蛮多的。但是可以从切杆开始。比较入门啊，所以你可以
而且切的时候，你看你就是在做这一段击球的动作，所以其实你这一段的感受和你的动作有做好的话，其实你只是增加到了上杆，然后也是把这一段做一样的事情过去而已。而且你的三角一定要维持得很好，不然太多数人应该至少90%的球友，大家都是打开的或是拉到后面的这种居多。但我发现你用这个道具的时候，你的顶点很漂亮吗？很漂亮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你原本有一点手举的感觉，它会在。我原本会有点这样，我的感觉会有一点点，我的球感会比较有点陡。但是你用这个之后，你的球感那个角度是 shallow 感觉比较多吗？对，上去、那用刚刚那个道具的时候呢？就是上一个手就是用那个用那个的时候，这个的还好，那这个还好。这个我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好的是不是？还没有看到是长怎样。好 ，OK。但我觉得刚刚那个会是好，因为刚刚那个我在上个顶点感觉就不同。我自己的感觉其实蛮好。这个的话我反而比较不顺。这个也是好的。这颗我就夹到了。这颗我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我会手很少，手的感觉。因为你本来是手比较多的，对，我是手多的那种人。我是手多的 YouTube 球友。应该说我的刚好就是我是让他到很前面，然后呢瞬间然后手在布那一下，所以呢杆面在这一段的时候，它会很多的压着这样捅过。就是比较多手的一些小把戏啊，所以可以手腕很灵活。对，所以相对我的球路也会比较容易跟我想让它左或右会比较多一点。但是稳定性相对会下降，所以对我现在这种来讲，或者说你也是在这种程度的球来讲，就是要开始去增加一些，应该说减少你的手的动作，然后去增加一些身体的带动，用你的身体，然后固定好你的手啊什么的，去增加你击球的稳定性。像这个，我觉得如果把它夹着这样练起来，其实球的方向什么应该都会稳定很多。对啊，是还会飞出去的吗？所以事实证明，这魔鬼毡还是会让你飞出去的。大家要注意好。那个力道太强了。对，当你翻的力道够大，那就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你的事情了。好，那今天实测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个效果很好。我个人喜欢手腕的那个。手腕那个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我不喜欢它，因为很难用，很难让我打好球。它有点难度。就是它对我来说难度比较高，真的是需要多练习。但如果我真的就是去练场练的话，我会从比较短距离开始打，从切杆20-30，然后到60-70，然后 P9，慢慢的打上去。那现在因为用7号铁要全挥，我应该还做不太到，需要点时间练习。但手腕那个我感受就很好，我会觉得我7号也可以做得到，比较可以明显的去让我感觉到顶点的那个角度。今天的实测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还有想要看任何教具、各种高尔夫辅助器材的开枪使用，或是想要知道它可以怎么用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看哪一种教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下期见。